当一群遵纪守法的君子面对危局束手无策，准备集体跳楼的时候，那个能一脚踹开天台大门，把他们全救下来的人，往往是一个五毒俱全、毫无底线的流氓。1862年的普鲁士就处在这样一个集体跳楼的前夜。这不仅是政治危机，这是文明的死结。国王威廉一世代表着旧秩序的尊严，议会也就是自由派代表着新时代的潮流。两辆历史的重卡车在单行道上迎头相撞，谁都不肯踩刹车。就在车毁人亡的那一秒，奥托·丰比斯麦跳上了驾驶座，他没有踩刹车，也没有打方向盘，他一脚把油门踩进了油箱里，直接撞了过去。这一撞碎了旧欧洲的玻璃心，也撞出了一个新帝国的地基。要理解俾斯麦，首先得明白他的痛苦。前半生的俾斯麦活得像个精神分裂症患者，他出身容克贵族，也就是德国地主家庭，这是德国最保守的阶层，但他骨子里却流着狂热的赌徒血液。年轻时的俾斯麦就是那只发疯的鲨鱼，他酗酒、泡妞、豪赌，在大学里打了28场决斗，欠了一屁股债。他在乡下管理庄园时，因为无聊到发指，竟然在客厅里开枪打天花板，吓得客人们钻桌子。人们叫他容克风少爷。大家以为他是堕落，其实他是窒息。那种循规蹈矩的、一眼望到头的官僚生活，满足不了他对权力征服的欲望。他这种人就是为乱世而生的。在和平年代，他是流氓；只有在秩序崩塌时，他才是枭雄。1851年，这头鲨鱼终于被放进了海里，他被派往法兰克福联邦议会。当时德意志的局势很简单，奥地利是董事长，普鲁士是打工仔。在议会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职场 PUA 规则，只有奥地利代表能抽雪茄，其他人只能干坐着吸二手烟。而俾斯麦也没有觉得不公平，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大摇大摆地走到奥地利代表面前，掏出一根长长的雪茄，凑过去问对方借个火。俾斯麦用一种近乎无赖的方式扒掉了奥地利维持了30年的虚荣底裤。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规则是给弱者遵守的，而我是来制定规则的。时间来到1860年代，普鲁士遇到了一个无解的宪法级死锁。这其实是一场关于国家归属权的争夺战。普鲁士的国家机器当时有2块电池驱动，一块是国王，行政权加军权，他负责干活打仗；一块是议会，立法权加预算权，他负责收税批钱。在正常年份，这套系统运转没问题，议会给钱，国王干活。但在1862年，议会突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系统漏洞。宪法规定了议会有权否决预算，也规定了国王有权统帅军队，但唯独没有规定，当这2家闹翻了，且谁都不肯让步时，这个国家该听谁的？没有预算，政府每一分钱的支出都是非法的。在当时的普鲁士，如果威廉一世敢在议会否决预算后继续花钱养兵，他在法理上就成了违宪的罪人，甚至是窃取国库的盗贼。国王想建立职业军队来保皇，议会就卡住脖子，我不批钱，你的军队就是黑户。招募新兵没钱，买新枪没钱，甚至连军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。老国王威廉一世，他是被逼的精神崩溃，甚至写好了退位诏书，准备把江山扔给那个亲自由派的儿子，自己回老家种地。如果他坚持养兵，他就是践踏宪法的暴君，随时面临被砍头的风险。之前法国、英国的国王就是前车之鉴。这个时候俾斯麦站了出来，他告诉威廉一世，这是王权还是民权的生死决战，你是想做一个向暴民下跪的懦夫，还是做一个捍卫上帝荣耀的君主？紧接着，他抛出了那个著名的魔鬼契约，把权力交给我，我来做那个坏人，我来违宪，我来背负所有的骂名，您只需要坐在王座上，保持您的圣洁。威廉一世被彻底击穿了，他撕毁了退位诏书，把自己连同整个普鲁士都交给了这个魔鬼。所以后来李鸿章到德国请教俾斯麦，我也搞洋务运动，我也建北洋水师，我所有的硬件都是按你们的标准配的，为什么大清还是塌了？俾斯麦看着这位比自己小8岁的东方同行，只说了一个核心逻辑，这个逻辑冷酷地揭示了洋务运动必败的死穴。俾斯麦首先问了李鸿章一个问题，你的军队听谁的？这个世界上唯有军队是立国的基石，但军队不是靠买几艘船、几门炮就能变强的。军队的强大源于绝对的统帅权和铁一样的纪律。俾斯麦指了指自己，当年议会不给我钱，我敢违宪征税，也要养兵；国王不敢打仗，我敢逼着他上战场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手里握着一支只听命于我的铁军，所有的反对派最后都得闭嘴。这是第一个暴击。紧接着第二个，李鸿章问出了最痛心的问题，在我们那里，朝廷里言官当道，所有人都在给我使绊子，太后又怕事，我该怎么办？俾斯麦笑了，这题他熟啊，他当年面临的局面比李鸿章还烂。他给李鸿章的建议翻译过来就一句话，不仅要敢做坏人，还要敢写天子以令诸侯。俾斯麦对李鸿章说，当大臣的如果不仅要在这个位置上混饭吃，还想干成点大事，那就得有随时准备违抗君主的觉悟，你得比你的君主更清楚国家的利益在哪儿，然后用你的意志去强奸他的意志。当年威廉一世哭着要退位，俾斯麦是怎么做的？他不是跪下来求，他是站起来逼，他用自己的强权把懦弱的国王绑上了战车。1862年9月，俾斯麦普鲁士王国的首相，普鲁士的系统被暴力重启。那个曾经在乡下无聊的开枪打天花板的风少爷，终于找到了他最大的猎场。只不过这一次，他猎杀的不再是野兔，而是旧欧洲的秩序。